这不是美国，也不是非洲，这是深圳的龙华汽车站。躺在地上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和大神，他们干1天躺3天，吃最便宜的饭，喝不要钱的水，没房贷，没车贷，也没后代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用最廉价的方式与资本家斗争到底。或者别人吧，我感觉我累，我感觉大伙人现在都挺，有人想开了吧好的，你瞧我这想不开的，我记得是喝了酒，说真的，我喝酒都喝不起，不提好的，越提越上去，真是社会救人，就说像我们这穷人家的孩子。有他们这啥事？你现在每天能干啥干呢？现在我们这样发展下去是，走不没有到天啊，到对了。现在我跟你讲，很多这些小市民啊，都穷的家里可怜了，就没办法生存了。门面房也没得交税，很多企业老板都倒闭的，今年跳楼就特别多啊。你看现在很多大学生卖外卖的，经常去世过南京。我应该是中国千万富豪里混得最惨的那个人了吧？也一定是中国企业家里边最落魄之一了。真的，创业了半辈子，却他妈活成了一个笑话。5年前我还身价过几千万，别人眼中的创业传奇，一夜之间资金链断裂，企业破产，负债了2000多万。有就冲过来，肯定会保佑嘛，会保佑是吧？哪里不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当下的中国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沉重与无奈，失业潮在大城市蔓延，许多人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，即便是曾经月薪数十万的行业，如今也是难觅高薪岗位，而留在岗位上的人，动辄要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儿，压力大到窒息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，国内的失业潮真的是越来越重。最近在上海呢，就感觉到大家的压力都非常大。今天早上在路上的时候，跟一个人聊天，他已经失业4个多月了，到现在找不到工作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过去那些工资很高的行业，比如1个月10万8万的月薪，到现在2、3万都很难找得到工作。昨天打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滴滴司机，他是湖南的，跑到上海来开滴滴，不熟悉路，经常面临乘客的投诉，而且1个月赚个几千块钱，还要负担房租和费用，还要面临很多罚款。跟他聊天，他就讲做完这个月再去成都试一试，所以感受到那种压力真的非常强烈。其实我也并不鼓励大家出海吧，因为出海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当下真的太难了。如果你失去了工作，收入中断了，你的贷款会中断吗？其实呢，断供是目前呢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。不止房贷断供抵押贷款呢也是断供的重灾区。裁员降薪，房价下跌呢，已经严重的拖累银行的盈利能力了。上海这边失业呢也是频频的上热搜。前段时间的不说就说最近的上海地铁裁员2000人，上海地铁也不赚钱了吗？还有呢，上海的一座工厂一夜搬空，10000名工人失业曾经辉煌的昌硕科技在上海呢也谢幕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商圈冷清，商铺关门，老房拆迁，城市的繁华背后隐藏着空心化的现实。近日，有位博主在上海拍摄时，意外记录下了城市空心化的一幕。他惊讶地发现，位于上海核心区的北外滩，如今竟冷清到了几乎没有人影。视频中显示，商场里冷清得出乎意外。偌大空间里，健身馆、瑜伽馆依然是开着灯，但却只有寥寥的几人。洗头店等其他店铺几乎是全部都关门了。商场 B 层装修豪华，但走廊里却是空空荡荡的，只有外卖小哥穿梭其中。傍晚6点钟，本该是人流较多的时段，就连现榨果汁店、饮品铺都没有顾客。北外滩总面积大约是4平方公里，是上海内环的黄金地段，紧邻东方明珠等地标，但是他所见到的却是空荡的街道与关门的商铺。
视频中呢，还有显示保定路、长阳路、霍山公园一带已经划入了拆迁区域，老房子早已经荒废，居民也被迁走。空荡的街道上只有行人路过，快递员穿梭，与100米之外的繁华北外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博主表示，这里甚至还规划有成排的商用别墅，但眼下却是无人问津。他直言，如果内环以后真的只剩这种大别墅，那也就只有有钱人或者大公司才能够进驻。另外呢，远在新疆，一些外地打工人同样过得异常的艰难。月租500块的出租屋，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热水器，已经算是他们的安身之所了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老百姓都是这样，有本事的吃肉，没本事的喝汤。3点半就起床了，去的晚了都找不着活，住的远了，你跑到地方都没吃了。现在工价也不高，150、130、140。今天还给老家打电话，咱那上地的干活做一点点的，70块钱一份。在这样的工地或零工市场上，大多数都是50、60岁的中老年人，吃饭通常是自己带，有时工地管一顿算是照顾了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工人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。算下来，一天辛苦干下来，除掉饭钱、房租和水电费，真正能攒下的却是寥寥无几。打工人无奈地说，留在这里1个月到头也就剩下100块钱，买的是活着，挣的是希望。可就算挤到了城市，进入了职场，日子也是未必轻松。很多人都发现，如今留下来的人比被裁的人还要惨。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辞职，连赔偿都不想蹲了，而且都没有打算马上找新工作，因为现在的职场环境挺让人崩溃的，准确的说是变态的。公司业绩下滑，比如说房地产，现在的行情大家也知道，房子卖不出去，新项目迟迟启动不了，就开始抓考勤，天天写报告，天天改方案，天天汇报。由于业绩下滑，公司进账减少，老板心情也不好，动不动就要屌你。在一些公司里，员工的处境宛如上朝，一次汇报就像面临问斩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裁掉。老板常常找个理由便裁撤一批人，而留下来的员工却不得不承担起几个人的工作量，几乎是全天候的待命。凌晨1点钟也可能接到消息，周末和节假日更是不能够休息。尤其是当公司盈利下滑时，管理层变得额外的苛刻，甚至连员工多上几次厕所都能够引发不满。与此同时，各种各样的新花样考核便接踵而至了，工资被一扣再扣，名义上是管理，实际上只是为了卡住员工的收入。然而身处其中的员工却并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干就走人，公司也乐意。因为外面事业大军庞大，随时有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顶上。而即便有了工作，许多人也依旧是担心未来，比如像是养老问题。然而现在全民交社保的政策却让人无奈，现在都没有钱生活了，还想着以后养老的事情，想太多了。交社保就一定能养老了？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别忘了，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单位去上班，上了半年，对吧？不干了，这社保交的钱是没办法退给你的，再重新去找工作。现在的工作多难找啊！35岁都找不到工作了，我们40多岁的人了，上哪找工作？你找不到工作，你就没有人给你交社保，没有交社保，你就连接不上那个半年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一直不上班，是不是之前交的那个半年等于就白交了？另外，物价的上涨更是雪上加霜。有人说，以前打工人心里至少还有一份穷人3件套，但如今连这都快吃不起了。泡面都快吃不起了，刚就买了2盒泡面，是吧？康师傅大桶的已经涨到6块钱了，小桶的也涨到4块5了。老板说有的店都已经涨到5块了。本来想买个大桶的，想了想就没舍得，就买了个小桶的，也挺心疼啊，是吧？泡面、可乐、榨菜，穷人3件套啊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怎么感觉这几年这泡面、方便面怎么一直在涨价？尤其是康师傅，每次涨价你都是带头大哥，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品牌在我们加班族、平头百姓心里面什么地位啊？啊，代表了什么？是吧？以为偷偷涨价我们看不出来是吧？
啊，你是用料多了还是面大了？不还这样吗？赚钱没够是吧？这一年在我们这赚了多少钱，心里没数吗？回答我，给穷人留条路吧。生活的开支像是无形的网，把普通人层层束缚。用电收费、喝水收费、停车收费、上网收费、看电视收费，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收费，生活费、话费、物业费、医疗费、孩子的学费，北方人还要交暖气费。睁开眼就是赚钱，闭上眼满脑子都是钱，而且赚钱的速度永远跟不上花钱的速度。赚钱就像便秘，那是真难；这花钱就像拉肚子，憋都憋不住。工资就像大姨妈，1个月来一次，几天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有些专家呀，别再跟我们说什么叫平均工资了。啥叫平均工资啊？那些有钱人的钱也没给我花1分，凭什么均在我头上？也别说什么谁家随便就能拿出20万来，就你随便拎个人出来不负债，那就很不错了。幸好空气不收费，要不然太多人都活不起了。活不起，你说死也死不起呀。火化收费、丧葬收费、墓地收费，就是不知道啊，到了下边还收不收费？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不仅来自于开支，有的欠下网贷，短短1年利息就赶上本金。月入5、6千的上班族，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彻底崩盘。朋友们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我这20万的负债，在短短1年的时间，利息都快赶上本金了。我觉得这可能才是负债最可怕的地方，它能够让月入5、6千的上班族啊，不到2年的时间就彻底崩盘。就拿最简单的网贷来举例子，我觉得它可怕的从来都不是这个高利息，而是平台早就设计好了一套陷阱，等着我们去踩。只要你踩进去，就像被粘住的飞虫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深夜里你刷着手机，心里正念叨着这2天想换一个新手机，大数据就像长了眼睛似的，立刻推送来了一条网贷广告，什么秒到账、无抵押等等等等。那一刻你可能还没意识到，你的一只脚早已经踏进地狱里了。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每个月还1000啊，觉得没有压力，根本没有压力。可当你又有花钱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想起借钱这么容易，对吧？手一点就在第2家又下了2万块钱，这下好了，下个月要还3000块钱了。但是指尖轻点就有钱进账的快感太诱人了，你就开始沉迷这种提前享受啊，就开始拆东墙补西墙，以贷养贷呢，早就已经成习惯了。直到某天啊，你反应过来去点开自己借款的 APP 一看，不知不觉都已经欠了10几万了。如今更多人希望拿到身份留在国外，不再回到职场压力和生活的困境当中。他们害怕重复上一代的辛苦生活，更希望孩子能够有出路。1年的出国呀，彻底变味了。10年前出去啊，是为了国外挣钱国内花，辛苦几年啊，攒点钱，然后把钱带回来。现在啊，可不一样了，出国的想法呢都变了。特别是年轻点的朋友，都想去那些呢带家属能拿到身份的地方，拿到身份呢就留在外面不回来了。很多人啊，更是一开始就没打算回来。这里面一部分人呢是被国内的职场卷怕了，不想活得那么累，但更多的其实是考虑孩子的将来，不想让孩子啊再走自己的老路了。农村情况也不乐观，农民的宅基地是家族的根，是安稳生活的保障，却常被专家盯上讨论如何利用。难题是人多地少，与此同时，我们还有大量的农村的宅基地那闲置，很多农民工把那当一个别墅，1年过年的时候回去住，然后他又走了，他实际上的生活活动的范围已经在城里了。怎么把这块宅基地能够立起来？我呸！那按照你的逻辑，那专家，您家存款是不是银行里头平时都花不着啊？是不是也得闲置着的呀？要不您先带个头，把存款全捐给急需用钱的人，咱也搞个共享存款，帮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啊，多伟大呀！啊，你不在家，你媳妇儿不是也闲置着吗？也让她给农村的单身汉用一用嘛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别浪费。再唠唠宅基地，为啥闲置？村里年轻人为啥背井离乡啊？还不是老家没活干，挣不着钱吗？要是在家门口能挣到钱，谁愿意丢下爹妈孩子啊？跑去城里头，甚至睡桥洞吃泡面。专家们，你该研究的是咋给老家多搞点工作机会，咋给农民多挣点钱，让咱兜里头鼓起来，
不是天天盯着咱那点宅基地。还有啊，城里头有钱人好几套房子空着，是吧？烂尾楼一堆堆的。专家，你咋不去研究研究，咋把这些分给需要的用的人呢？啊，光盯着咱农村那点根，算他妈啥本事啊？宅基地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是咱农民的根。出打工了，过年回家有个老窝，有个房子住，难道这有错了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，个体的生存压力被无限放大。我想去偷东西，因为我活不下去了。我偷东西就是为了活下去，因为父母给我说过，要尊重生命，要珍惜生命。生命不是我自己的，是父母给的，我必须听从他们的教诲。但是父母又告诉我，为了活下去，不能去偷，不能去抢。我依然遵从了父母的教诲，但是我活不下去了。你说现在咸阳都成啥样子了啊？就是不捐钱，不献血，不为官，不贪便宜，不管闲事，不信专家，然后不信领导，不买股票，不买基金，不交社保，不听鸡汤，不谈对象，不看新闻，谁上台了谁落马了，人家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只要不是世界末日，都跟自己没有关系。这个全民负债、全民消沉的这个状态啊，兄弟们有没有啥办法能够破局？面对这样的社会，有人认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公平的缺失。社会变坏是从好人挣不到钱开始的，好人变坏是从得不到公平对待开始的，公平失衡是从好人无奖、坏人无罚开始的。好人得不到公平对待，对坏人的容忍和纵容过多，就会导致好人失去信心，而坏人更加嚣张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